疫情期间过中秋，做好你的防疫措施，过一个快快乐乐的中秋节。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嘉玲张医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2006年啊，在英国有发表一个论文哈，就是说，膝盖关节退化性关节炎，你有吃这一些葡萄糖胺跟没有吃葡萄糖胺，其实对它愈后产生的严重度，各位一定很惊讶，它是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，为什么？因为葡萄糖胺在我们做的一些临床研究里面，它的吸收率只有0.3%。所以很多人会多吃啊，多吃，其实多吃也无益啊。很多保养品是适量就好。对，适量。所以在2011年呢，在日本有一个内分泌杂志也发表说，建议我们一般的民众不要吃过量的这些保养品啊，适可而止。所以我们就讲到说，如果你吃这些保养品一段时间没效，那是不是要考虑你已经进到第2或第3期的一种骨质这种退化性关节炎？那以现代的医学理论来讲，我们很多新的技术对于第3、第4期的退化性关节炎，我记得鲁医师以前曾经偷偷告诉我，在膝盖打一些这个比较什么东西，我们请他讲讲，我们膝盖是不是打一些注射什么东西，让膝盖的细胞活络起来？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用？好，这个应该是目前最流行的膝盖治疗法，就是在传统的口服药物以后，接下去就采取侵入性的治疗。那比较常见就是玻尿酸注射，这是健保以前要合乎健保，应该是个普世的价值。假如说打了玻尿酸还没有明显改善，再来就是所谓的高浓度血小板，所谓 PRP 的注射。那目前还有一些生长因子啊，还有是胎盘素的注射。那这都是比较有争议的空间。那原则上，我还是跟亲爱的观众大家报告，我们治疗膝盖啊，就是原则上还是照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来做。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尝试打一些玻尿酸，因为玻尿酸是里面的一些关节润滑液嘛，对，润滑。所以你只要是软骨受损，只要它已经2个骨头互相摩擦之后，我们打一些润滑液进去，就可以让我们的关节做到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比较有一些活动的空间，比较不会去摩擦。那 PRP 算是一种叫类似生长因子，它可以让你的软骨再让它做一个适度的生长。那么我知道最新的有一个叫做施打骨头的干细胞，就是关节干细胞哈，这个。在最近这几年，在我们台北荣总啊，有骨科部啊做一些临床试验，听说效果也不错啊。所以为什么干细胞现在在所有我们这些慢性病治疗这么风行？因为我们在2018年9月6号，卫福部已经通过叫特管办法啊。什么叫特管办法啊？这个名字特别长，我跟各位念一下哈，叫做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或使用管理办法，哇，这个没有人可以背得出来，所以简称叫特管办法，叫特管法。所以特管办法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干细胞注射列为叫常规医疗。那么什么叫常规医疗？就是说你不用经过 IRB， 不用经过临床试验，医生就可以像开感冒药一样，把这个干细胞让医生做一个开这个处方给你做治疗。但是它需要2个条件，就是你的生技公司的细胞备制制程要有个合乎卫福部的场所。第2个，你要这个医生要去做16小时的合格上课训练。那么我们还要上卫福部的一个合法的计划书，我们才可以来做这个特管办法。所以谈到这种膝盖的一种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啊，比如说它有里面的附表3哈，卫福部有建议有3种细胞可以来做膝关节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。
第一个就是自体的脂肪干细胞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体的骨髓间质干细胞，第三个就是自体的骨头软骨细胞的移植。这3个细胞的干细胞移植都可以能够让我们骨头会一个非常快速的恢复。那这个细胞的等级呢，就已经比PRP 比这个血小板的等级稍微高一点。所以鲁医师在这方面的会有非常多的琢磨，因为他们的临床经验非常的够。那我们在这个希望未来呢，能够在干细胞方面呢，因为卫福部这个特管办法的通过，能够给很多膝关节困扰的人，加上我们鲁院长的倾心巧手，能够让大家解决非常痛苦的问题。那鲁院长，你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的软骨跟它的观众，你觉得还有没有救啊？干细胞简单点叫做 final solution， 就是最后的一个解决办法了。那 besides 人工关节，人工关节外你真的没得选择，那你经济状况又许可的话，干细胞是个不错的，因为它让软骨增生，它有这个能力 potential 让软骨增生，像里面的肌肉啊那些都恢复到你年轻的岁月。那当然，它这个一定要找合格的医师、合格的厂商，还有经过，因为打这个东西也是要经过很多无菌的一些过程啊。科技在进步，医学也在进步，我相信未来搞不好在目前我们这次才讲这个干细胞，搞不好再过10年有更新的东西出现。那在目前为止的话，我希望大家能接受干细胞这个观念啊。那今天也是我们在讲这个专辑的一个很大，跟帮大家提高大家的眼界。对，所以如果说这些方式都没效，那只好到这边我们找鲁院长做最后的手术了哈。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换人工关节。人工关节，对。请问一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说人工关节它到底可以用多少？这个人工关节的历史哈，应该是在1970年以后，就是大概30-40年前才有人工关节。在大概70年代以前，大概都没有人工关节这个东西了。是。那随着科技进步，然后就像我们车子，随着科技进步，它日新月异。以前大概刚开始的人工关节，大概用个5年、10年就差不多了。目前的科技进步，加上你小心的保养，我在临床上看到用到15-20年的人都还对，那是要跟你使用的频率，还有你当初选用的牌子所以它的材质也是有关系的。对，还有开刀的技巧都是有关系的。是开刀技巧，那就讲到开刀技巧，就是我们鲁院长其实在这方面啊，救人无数啊，所以很多老婆婆、老太太啊，从来的时候瘫在地上，到最后经过他的巧手之后呢，竟然会去打篮球啊！这个有点夸张啊，就是我们人工关节最主要目的就是说让它能够回到日常生活啦，因为我想会换人工关节都是年纪大的病人，他连上个厕所啊、吃个饭都很困难。我们人工关节能够回到他日常生活，然后去走走路，然后跟家人相聚，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了。那我开了也很多这种膝盖啊，那主要是真的是，就是说还是回到那句话，跟你当初，假如说你是第4期末期的话，人工关节是你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不可避免，没有办法。那在前几期的话，1、2初期的话，那就是刚才所讲到一些治疗方法，可以来尝试。对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膝盖智能多功型的按摩仪。这款好处呢，就是一样也可以做个加热跟震动的效果。它是有3层的护带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支撑力的非常的好。那我们这款呢智慧型多功能按摩器呢，把它放在膝盖上面，有3条的束缚的动作，所以说呢，它这个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，不会说有这个走动或行动的时候呢会有卡住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示范。首先呢，它有3个温度
把它打开了以后呢，红色是65度，是我们平常泡温泉的温度，非常的舒服。对于这个中老年人，他膝盖呢有做损伤或是有过耗损的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温度呢可以帮他做这个热疗的效果。蓝色呢是我们55度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洗澡时候的温度，在平常呢不会过于太烫，也不会过于太温暖，所以说呢我们平常55度可以在我们保养的时候来去做这个动作。45度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宜的动作。那这边还有这个所谓的按摩效果，红色呢是长按，它是有震动你们的穴道；蓝色呢是长短按，绿色呢是短震动。在我们这个膝盖如果有退化的时候呢，震动可以做这个按摩的动作，长按呢就可以把这个机器给关机了。那对于一些中老年人呢，他们喜欢做一些热疗的效果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热疗的敷袋放到后面的口袋里面，放进去呢，就会把药理透过加热打到我们的膝盖里面，所以是呢非常非常舒服的。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，早日做好养生保健。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。